大家好，我是米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樱桃小兔子、樱桃小猪的做法。其实呢，我们这个樱桃的主体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樱桃。然后呢，就是在樱桃的基础上呢，加了我们的配件：眼睛、耳朵，还有鼻子。接下去呢，我们拿出任意颜色的线呢进行钩织。材料包呢，有的是4股线，有的是5股线。不管4股还是5股的话呢，我们都是用大头的钩针钩织。我们收到的钩针有可能是1到2或者是3到4的，都是用这个大头的。这个2跟这个4呢，其实是差不多的。您看一下，是差不多大小的。我们拿大头的钩织就可以了。好，拿出我们的线来。这个线如果是散开的话呢，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慢慢的给它勾下来就可以了。绕过我们的小拇指，然后这样子绕过这3个手指，手捏住这里，拿起我们的钩针，压住它，这根线绕过我们身体的方向，这样子绕一圈，手呢一直捏住这2根线的地方，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钩针头往下压一下，这样容易把它拉过来。而且这个手的话呢，你不要拉太紧，我们就是随着这个钩针的这样子能自由的感觉它的那个松紧度。好的，这样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呢要立一个起立针。然后这个不要拉太紧，拉太紧的话，等一下我们这个圈呢就是不好在这里活动了，我们要适度的一个松紧度。然后呢，再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用绕过来的线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这个手不要太绷得很紧，这样子就能把它拉过来了。拉过来之后的话呢，这个线圈可以给它收紧一点，然后钩针上这个环呢，稍稍让它大一点，大概呢是我们钩针的这样子2倍，差不多1倍。好的，这样子钩好之后呢，我们呢这样穿进去，钩针放在线的下方，把钩针呢把线拉过来，钩针上有2个线圈，这样子看有2个线圈，有2个线圈，钩针继续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都是有意识的，把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的话呢，第1个短针呢就钩好了。我们要在第1个短针的这个位置扣上记号扣，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第1个短针。第1个短针钩好了，钩好之后扣上记号扣，然后呢继续穿进去。把线呢，我们都是正常的钩短针的钩法。十字钩的话呢，就是放在线的上方把它拉过来。我们现在正常钩的话，就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就是这样子一个区别。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步骤给它钩下来就可以了。2个短针绕线拉过来，这样子2个短针继续穿进去，绕线，把线拉过来。我们这个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呢，就是拉过来的时候稍稍往上提，让它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每一针都保持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一个太高，一个太矮，就是保持适当的松紧度。3针了，继续4针，钩针穿进去，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我们都是钩针头都是往下压，这样子就能把它拉过来，绕线往下压一下。这样子，继续穿进去，往下压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一共几针了？1、2、3、4、5、6针了，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就是钩针记号扣上这里1针，然后这个 U 型1针，每个 U 型都是1针的，这样1、2、3、4、5、6。钩针上的这个环呢是不算的，就是钩针下的那个环开始算1针。我们钩好之后，也可以在最后1针呢，也可以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就是钩针下的那个环呢，我们也可以给它扣上记号扣。这个呢是这个针目的最后1针，这样子。好的，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拉紧这个线圈，就直接给它拉紧好，拉到不能拉为止就可以了。这样子呢就收紧了。好的，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记号扣拿下来。
交扣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我们要记得是这个位置哦，记得这个位置哦。然后呢，就是交扣这个位置呢穿进去。引拔针的钩法，钩针呢绕线拉过来，拉的时候我们都注意一下，都是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才能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不是有2个线圈了吗？引拔针的话呢，用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给它拉过来。好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引拔针呢，这一针呢是不算针数的，所以我们要给它拉紧，给它这样子给它拉紧。拉紧的话呢，就是下一圈的话呢就不容易都钩了。看，给它拉紧了，给它收回来，再钩上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钩上一个这样子，钩一个起立针。起立针钩好之后，然后在我们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刚扣交扣的这个位置呢，这里看一下，翻过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这2根线呢，我们钩的针目这样子，整个针目都要穿透，就是上面这样子的整个 U 型都要穿透的。我们要在这里钩上第一个短针，钩针穿进去，绕线拉过来，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的话呢，第一个短针呢就钩好了。然后我们在这个 U 型的位置呢，就是这个 U 型的位置呢，给它扣上交扣。这个呢是我们第2圈的第1针。第2圈的规律的话呢，是全部钩加针。加针的意思呢，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面全部都要钩2个短针，这样就形成加针了。我们就在刚刚钩短针的地方进去，再钩上一个短针，再钩上一个短针，这样子一个加针呢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下一个入针位置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下面一针的 U 型的这个位置。这边看的话呢，就是这个针眼这里进去，上面看的话呢是这样，整个2根线都穿透。这边的话呢也是这边这样穿出来。好的，我们入针位置钩会的话呢，动作都是重复的了。穿进去，把线拉过来，钩针上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尽量数的松紧度都保持一致。然后的话呢，在同一个针目这里进去，再钩上一个短针，再钩上一个短针，这样子2个加针呢就完成了。我们接着下一个针目，短针，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这样3组了。再下一个针目这里穿进去，短针，再下一个针目穿进去，形成短针的加针，这样子一共几组了呢？1、2、3、4组了。然后呢，这里短针，我们穿的时候呢，要整个针目都穿透，不然的话呢，就会不太好拉。这样子，然后再加针。交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针了，拿下来，穿进去。短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好的，形成加针了。然后的话呢，在最后一针呢，我们也给它扣上交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好处，我们就是不容易给它那个多钩针了。就是我们看一下，其实最后一针钩好起来的话呢，跟交扣这里呢是有一个小开口的，因为这个都不算针数的，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拉紧的引拔针，还有这个起立针，这2针呢都是不算针数的。我们呢直接跟我们交扣的这个第1针做一个引拔连接呢就可以了。穿进去，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给它拉过来，这样子就是引拔针钩好了。因为这个不算针数，给它拉紧，再给它收紧，钩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起立针。起立针这一针的话呢，可以线圈稍稍变大一点。然后我们在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
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进去，钩上第一个短针，进去，钩上第一个短针，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第一针这里扣上记号扣，加去。第三圈的规律呢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短针我们在第一针钩好了，然后第二针呢这里要钩上加针了，这里要钩上加针了。加针的话呢，就是要在这里钩2个短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一个短针形成加针。加针，这样一组完成了。记得第二组下一针目短针，再下一个针目这里加针，再下一个针目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加针，再下一个针目短针，下一个针目加针。我们都是这样子，隔一个加一个，这样子。短针，下一个针目加针，加针，加去。短针，记号扣最后一针呢就是加针了，穿进去，要在这里连着钩2针就是加针了。好的，然后钩好之后的话呢，一共是18针，大家数一下，我们针数对的话呢，继续往下钩，然后把记号扣拿下来，记号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穿进去。把线呢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给它收回来，再钩上一个起立针，线圈稍稍留大一点点。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引拔的这个位置，每一圈呢我们都是重复的这个动作。引拔连接就是这样子，给它连接，钩上第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了。钩好之后的话呢，扣上记号扣，然后呢，我们下去呢是第4圈，4圈的话呢是不加不减的钩短针，就是钩18个短针，这样子。可以一边钩一边数，3、4，可以这样子往我们身体的方向往上凹一下，5、6、7、8、9、10、11、12、13、14、15、16、17，记号扣这里呢就是最后一针，18针。就是我们为了不容易出错的话呢，最后一针呢也可以给它这样扣上记号扣，然后呢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收回来，钩一个起立针，线圈稍稍留大一点，然后在我们引拔的这个位置呢，钩上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立刻又扣上记号扣，就是跟上一圈呢这样子钩法呢是一模一样的。假如说我们这样子
线不小心掉的话呢也没关系，给它稍稍拉长一点，给它穿回来，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是1、2、3、4圈勾好了，还有5、6、7，我们呢都是这样子不加不减的勾过来。还有这样子的3圈，记得就是首尾连接注意一下，都要勾引拔起立。我们自己把它这3圈完成。好的，我们1、2、3、4、5、6、7，第7圈呢就快要勾完了，都是这样子不加不减的勾下来。我们呢把它勾完，都是不加不减的勾。交扣拿下来，交扣的话呢，其实最后一针的话呢，还是很明显的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U 型，就是这个针目对上来稍稍靠右的位置呢，就是最后一针了。其实呢是不太容易多勾的。我们呢熟练了之后的话呢，第一针跟熟尾的针呢可以不用扣交扣，您都会找得到它。好，我们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连接。第一针的话，假如我们忘记扣了，怎么去找它呢？就是也是看这个针目，这里不是有一个针吗？针对上去的，稍稍靠右边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针的位置。然后中间的这个引拔针，这个呢是我们的起立针呢，都是不算针数的，要看这个 U 型对上来的这个位置才是我们的。这样子的话呢，你熟练了之后就可以不用扣交扣了。引拔针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再收回来，给它勾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稍稍留大一点。留大一点的话呢，我们下一针这个就是我们勾引拔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勾第一个位置呢，就是针眼比较好穿一点。然后我们在这里要勾上第一个短针。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的话呢，扣上记号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要处理一下。假如说是勾我们的小樱桃的话呢，我们就是直接往下勾就好了。小樱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往下勾就好了。小樱桃这一个的话呢，就是小一点的话呢，中间不加不减，一共是勾了3圈。我们这个呢，就是跟这个一样，一共勾了4圈，稍微看起来大一点，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看我们眼睛的安装了，就是我们动物款的话，就会在这里呢，先给它安装上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眼睛的话呢，是这种螺旋的，有安全帽的，就是特别的安全，这样子不会掉落。我们可以给它稍稍的拔掉一点，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这样子1、2、3、4、5、6之间。然后这个是引拔针，就中间任意的位置就可以了，就是任意的位置给它这样子穿进去，针眼呢给它这样子穿进去，穿进去之后的话呢，隔了3个针目，就是隔3针这样子，1、2、3隔3针，然后我们在第4个位置就可以了。或者是你自己如果想要再近一点隔2针，你试试看吧。我现在呢都是用的是隔3针，如果你想要窄一点的话呢，可以隔2针，隔4针的话呢就太开了，3针已经是差不多了。我现在是呢中间这样隔了3针，就是1针、2针、3针这样子，2个眼睛。安全帽呢，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是呢凸起的地方，一个是凹进的地方，我们用凸起来的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在背面给它这样子往下压，这样子给它往下压下去，然后这个呢也一样，凸起的地方呢给它这样子往下压，这样子就可以了。这可以给它扣一下，好的，这样子眼睛呢就给它扣好了。扣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钩织。如果是我们的那个水果类的，不是动物类的，
钩织的话，比如小橘子、小苹果之类的话，眼睛这里呢就不用安装，然后这个步骤跳过去，我们继续往下钩就可以了。视频的话呢，因为是一样的，我们会就是一样这个视频。好的，我们现在开始钩织第1、2、3、4、5、6、7第8圈。第8圈的规律呢是一个短针，一个减针。减针的钩法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个针目这里呢，这样子，这样整个针目分为里面的半针，靠近玩偶里面的半针，还有靠近我们身体的这个半针，然后我们减针的话呢，就是把靠近我们身体的这半条线挑起来，继续挑起下面的这个半条线，这样子就这样挑起来，再挑起来，把这2根线呢并作一根线给它勾起来。好，我们继续，就是钩针挑起织面的半根线，然后钩针上有2个线圈了，然后钩针头继续挑起下面的这个半根线。这个时候呢，我们钩针上呢有3条线，然后钩针绕线拉过前面2条线，还剩下呢2条线，然后再钩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减针呢就完成了。减针完成之后的话呢，下一针就是钩短针了。短针的位置呢，我们是钩整个 U 型的位置，看一下要2条线的，那个一条线勾起来了是减针的位置，然后我们加针的路针位我们短针的路针位置呢就是这样子，看一下这2个呢挑了之后呢，就是明显的这一针就是我们短针的路针位置。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接下去又是减针了，然后挑起，就是这个短针钩好之后呢，下面两针呢这样没钩的，我们把这2个外半针呢这样子挑起这个外半针，继续挑起下面的外半针，也就是说把这2针呢并作一针给它完成，这样就完成减针了。钩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再下一针是短针，再继续下一针是减针，挑起这个外半针，继续挑起下面的外半针，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好的，我们继续往下钩，一个短针这里插进去，短针，再减针，挑起一个外半针，继续挑起下面的外半针，钩针上呢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继续短针，减针，方法呢都是这样子重复的，我们呢就是慢慢的把它这样子完成。短针跟减针呢都是我们钩针中的基础的针法。下一针短针，最后一针减针。钩好了，钩好这一圈的话呢，我们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它，然后钩一个起立针。起立针钩好之后，把这个线圈拉大，我们要在这里呢筛棉花了。要在这里，现在这一圈开始筛棉花了，拿出我们的填充棉。填充棉呢是这种颗粒状的，这个质量呢大家可能没有见过的话，可能以为棉花呢都是整团的，这个叫珍珠棉，更加适合我们玩偶的填充更好，要更贵哦。拿出我们的接嘴链子，这个呢就特别好用，米妈家呢都有赠送给大家，一般都是有赠送的，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这个真的是我家独有的，特别是这种小玩偶，真的是特别超级的好用。你看，这样塞进去就可以了。塞的话呢，您不要塞太多，塞太多的话呢，针眼就满出来了。这样子有这样 QQ 萌萌的感觉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把这个线圈呢给它套回来，套回来之后，然后最后一圈的话呢，全部钩减针。
就是直接钩减针的挑起这个外半针，继续挑起下面的外半针，绕线拉过来，钩针上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第一个减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呢扣上记号扣，再接着往下挑起2个外半针，减针，继续。如果这个棉花有点出来的话，拿我们的接嘴镊子给它往下压一压。钩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把棉花一起钩进来，挑起一个外半针，继续挑起下面的外半针。就是最后一圈的话呢，全部钩减针，因为针目呢比较小了，可能钩起来不是特别容易，大家慢慢来。挑起这个外半针，继续挑起下面的外半针，全部是钩减针，一共呢是6次。好的，在下面的外半针，外半针。线的话呢，要全部都这样穿透，不要那个，假如分散了的话呢，我们就小心一点，慢慢的把它要全部都穿透。外半针，继续挑起外半针，然后呢，绕线拉过来，钩针上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好的，然后的话呢，我们把第一针呢记号扣拿下来，做一个引拔连接，钩针穿进去。把线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呢，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然后呢，直接呢把线剪断，大概留个10到15厘米，15厘米差不多的线呢，就是给它这样子剪断它就好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感觉到里面的棉花还不够饱满的话呢，你还可以再塞。这个颗粒状的话，你就一颗一颗的，选一颗一颗的给它塞就好了，就特别方便，不会那种整团整团的。这样子，不要塞的太多，我现在感觉就塞的有点多了，不用塞的太多，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动物款的话呢，其实是两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安装的位置呢，刚好是中间部位，就是这边当头顶也可以，然后这边当头顶也是可以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是这个挂件款的话呢，就是这个收口的这个部分呢是当头顶的。如果是我们的这种发夹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收口的是朝下的，都是一样的，上钩法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好的，我们钩好了之后的话呢，这个等一下要收口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拿出我们的缝合针来，不管是我们的挂件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发夹款或者任意款，因为这个收口都是要收的，所以我们拿出我们的缝合针，然后呢穿过我们这一圈的，就是每一个外半针，这样子。可以从这一针开始，都是可以的。反正我们的这外面的这半条线，就是这样子一起穿过来，再穿过外面的这个半条线，就穿半条线就够了，不要穿，就穿外面的，就是外半针这外面的半条线就够了。就穿这样子外面的半条线，这样穿一圈之后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穿一圈之后的话呢，先不要拉紧它，就这样放着好了，这个口放着好了，等一下我们处理它，先放着。好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如果是挂件款的话呢，这个要做2个，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我们都是同样的方法给它做起来。呢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叶子的做法，然后这个我们樱桃款小猪或者小兔子挂件的话呢，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好的，我们呢用粉红色的颜色的先给大家演示。先呢，我们这个是辫子针起针，跟我们的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跟我们的
环形起针，我们要在手上打一个活结，这根短的线这样子绕过来，用短的线穿过这个环，穿过来，这样子打一个活结。活结打好之后呢，我们把钩针呢这样子穿过来，把这个活结呢稍稍给它收紧，不要收得太紧，让它能活动。钩针在手上，线呢长线这手绕过小拇指，然后再绕过这3个手指，再绕过，这样绕过来捏住。绕线的方法呢是一样，然后手呢捏住这个结头的方向，这个手捏住它，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呢就能拉过这个环了。这样子，这样算是一个辫子针呢就钩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在第一个辫子针这个位置呢扣上记号扣，这里扣上记号扣。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一下是要转弯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叶子钩好的。我们叶子钩好的那个转弯的一个位置。好的，我们这样一个辫针钩好，一共钩16个，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2，绕线拉过来3、4、5、6、7、8、9、10、11、12、13、14、15、16，一共钩16个辫子针。然后在倒数的第2针这里呢，开始往回钩。倒数第2针呢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里，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往回钩。我们可以呢，这个呢往回钩的第1针也是等一下往回来的最后1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扣上一个记号扣，给它这样子扣上一个记号扣。就是看一下辫子针的话呢，对下来这个呢是第一针第一个辫子针，然后我们在倒数第2个辫子针这里呢开始往回钩，先钩上一个短针。就是我们刚刚记号扣扣起来这个位置穿进去就好了，先钩上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之后呢，这个是我们也在这里呢再扣上一个记号扣，这是我们最后要那个结束的一个位置。好的，一个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下一个针目钩一个中长针，下一个针目钩在哪里的话呢，就是钩在我们这一针钩好，辫子针钩好了，然后钩在下一个辫子针的半条线上面，这样子。辫子针这里不是光光的，就是上面的半条线吗？就是这边看过来呢是这个样子，就是钩在这半条线上面，钩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然后呢穿过这半条线。把线呢拉过来，钩针上有3个线圈，把它稍稍提高一点，这样子有3个线圈了。然后我们绕线，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都是这样往下压，一起拉过这3个线圈。拉不太好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稍微微的旋转给它拉过来，这样子一个中长针呢就钩好了。钩好之后的话，然后在下一个针目这里了。半条线上面，我们往回钩都是一样，这都是半条线的这样子往回钩回来，钩长针，穿进去，长针的钩法这样绕线穿进去，钩针呢把线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呢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然后再下一个针目。也是这半条线进去，再钩长针，再钩长针。好，我们长针再慢慢的讲一遍，然后下一个针目这里呢，再钩一个长针。长针的钩法，先呢钩针这样子绕线，绕了之后呢，在这个针目里面呢，我们穿进去，把线呢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钩针上是要往上提，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往下压，这样子拉过来，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好的，3个长针钩好了，3个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接下去呢是一个中长针，下一个针目钩针绕线穿进去，一个中长针，3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3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下一个针目是一个短针，这里穿进去，钩上一个短针。这样子就形成花瓣的，就是叶子的一个自然的形状了。然后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钩一个引拔针，钩针穿进去，引拔针的钩法，钩针绕线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这样子引拔针。引拔针钩好之后的话呢，在下一个针目都是对称的，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之后呢，下一个针目是一个中长针，中长针的钩法，钩针牵绕线，然后穿进去，把线呢拉出来，钩针上有3个线圈，稍微拉长一点，然后绕线一次性拉过来，中长针，接下去呢又是3个长针，钩针绕线，下一个针目这里穿进去，好的。长针，一个长针，继续绕线，下一个针目穿进去，2个长针，继续下一个针目穿进去，3个长针，3个长针钩好之后呢，下一个针目中长针，钩针绕线。就是我们最后倒数第2针了，在这里钩上一个中长针，中长针钩好了。中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中长针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待会往回钩的第1针，我们呢也可以在这里呢扣上记号扣，这里扣上记号扣，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一下往回钩的第1针。然后我们扣记号扣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转角的位置，把它拿下来，在这里呢要连着钩2个短针了，就是这个位置，要给它连着钩2个短针，这样子一个短针，然后同一个位置我们这里再进去呢，再钩上一个短针，2个短针，2个短针钩好了，钩好之后的话呢，这个线圈可能有点大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线圈拉一下，这个线呢拉一下，这个线圈呢就缩小了。然后往回钩的第1针呢，就是我们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是中长针对起来的，就是2边都是一一对应的，中长针对过来了，这边呢还是中长针，我们钩针绕线，记号扣的这个位置，我们扣起来的话呢，可能你就看得更好一点。就是中长针对过来的这个位置呢，再钩中长针，把这根线的话呢，放在钩针上的上方，给它收一下。这位置呢，钩中长针，中长针钩好之后的，接下去呢，长针的位置呢还是钩长针，然后我们就是入针位置的话呢，长针对过来的话呢，就是这里边上隔着它这样子钩好了，这个也隔着它好了，就是一一对应的把它勾回来就可以了。好的。钩针绕线穿进去，把这个线再放在上方给它收一下，钩长针，这样子一个长针，接下去钩针绕线，把线拉过来，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2个长针，然后呢在第3个长针这里了。3个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接下去呢是中长针，我们都是一一对应的勾过来就可以了。你看这边勾了，这边如果是长针，这边还是长针，这样2边是对称的。然后呢，下一针呢是中长针，中长针勾了之后的话呢，下一针是短针。
这个的话呢，我们收了一下就不用管它了，到时候剪断它就好了。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下一个针目是引拔针，对称的。引拔针下一针呢是一个短针，短针下面是中长针。大家熟练了之后的话呢，可以看米妈做的图解，图解会一步步勾下来就好了。再加下去是3个长针了，一一对应的勾过来，一个长针，接着往下，第2个长针，然后再这个线的话，我们要全部都穿透，不然的话就像刚才一样，就是卡住了，拉不过来。3个长针，3个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下一针是一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接下去呢，系腰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针了，把它拿下来，在这里钩上一个短针。一个短针钩好了，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直接把它这样子剪断，不用留太长，大概10厘米就够了。剪断，给它这样拉过来，注意一下不要拉紧啊，不要给它拉紧。然后我们给线圈呢，给它收，就是最后给它收一下尾巴。最后呢，要处理的漂亮一点。好的，用缝合针给它这样线穿过来，穿过来之后的话呢，在系腰扣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缝合针呢，在系腰扣刚刚这个位置呢，由上而下这样穿过去之后的话呢，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针呢，也是从这个刚刚我们这个线呢出来的这个位置呢，给它这样子往下穿。就是刚刚这个线是出来的这个位置，往下穿下去之后的话呢，我们连着边上的这条线2根线这里一起穿，这样子一起穿下去。这样子的话呢，就给它人工的罩了一个，给它稍稍收紧一下，就是人工的这个针目的话呢，就是跟我们的边上的这些呢要一样大，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出一个收线的痕迹了。收过来之后的话呢，然后把这根线呢，就是沿着我们这个边沿，的给它长线长一下，就是这样穿过来给它长线长一下就好了。这样拉过来，拉的时候不用拉太紧，就是让它正常的这样子就可以了，正常的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话，正面的话呢就特别好看，一点都看不出来。把它剪断。然后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刚刚长线已经长好了，你可以这里捏住它，给它这样拉一下，拉一下之后的话呢，我们给它也剪断。这样子的话呢，叶子呢就做好了，它会形成一个漂亮的自然的弧度。这个呢是反面，这个呢是正面。接下去呢，我们就是钩这个挂绳。挂绳的话呢，就是起辫子针就可以了。起辫子针，我们呢，辫针的起法还记得吗？先呢打一个活结可以了。我们在手上打活结，这根线这样子放在它的上方，然后把这个线呢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钩针穿进去，稍稍收紧，钩针绕线穿过来，然后给它手捏住这个结头的方向，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这样子1、2，可以钩自己喜欢的长度，我是大概钩了55针，3、4，这样子钩下来就可以了。5、6、7、8、9。我们稍微快一点好了，10、11、12都差不多，钩的时候如果这个闪开的话呢，我们就给它那个重新拆掉就好了。6、17、18、19、20，一块的话可能就更容易散。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
37、38、39、44、45、46、47、48、49、50、51、52、53、54、55。我是大概呢就是勾了这样子一个长度，因为要稍稍大一点，因为我最后的时候我这里要给它一个档结，所以的话我给它稍稍的一个长了一点点。然后呢勾好之后的话呢，你自己合适的长度勾好之后呢，直接给它这样剪断就可以了。直接给它这样子剪断，剪断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叶子的处理的方法有两种，有一种的话呢，你就是直接把它那个这个放在这个反面，给它挡结，给它这样子挡结，然后的话呢，下面的话挂上我们的挂坠，然后呢，上面呢就是挂上我们的怀，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就是下面挂上环，然后上面呢挂上我们的钥匙扣，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是一种方法，下面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子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穿过来，这个呢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但上面呢也不会把它完全的拉下来。好的，大家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我们这个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感觉还是这个是比较好，你这个长度还有这个花蒂都是可以调节的。好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介绍一下，把它拿下来，我们拿起钩针就可以了，拿起钩针，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穿一下，这里有一个稍微松一点，这个边就是在边上的这里，这个针目穿透这个针目，然后上面的这个针目就是堆起来的这个针目呢，这样两个针目给它穿透，穿透之后的话呢，拿出这个一条线，给它拉过来，这样子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的话呢，另外一条线，另外的在隔壁的这个针目这里穿过来，这个隔壁的这个针目，这样整个针目穿透，然后的话呢，下一个这个针目穿透。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用这个不方便的话呢，用钩针假如说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用缝合针，我们试试看。用缝合针的话呢，可能您会觉得更加的容易一点。就是钩针的话，你熟练了之后的话呢，这样是更加省时间。如果那个的话，你也可以，这里不是有一个线留着的吗？拿起我们的缝合针来，用缝合针。如果是缝合针的话，最好用这个，就是用尾巴来穿，不然的话呢，就是线如果穿散了的话呢，更加不容易好拉，因为我们要整个针目这样子穿透的，用这个尾巴，然后呢。下面这个针目这样子，要整个针目这样穿透，这样子拉过来。因为如果你不是整个针目穿透的话呢，就是中间有闪现的话呢，就可能不太容易拉。好的，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一个方法。这样子有个好处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这样子能上下活动。这样子的一个穿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在下面呢挡结。挡结的作用的话呢，就是防止我们把它呢就是收到收那个的时候呢，可以让它减少那个滑动。挡结，挡一个结，你感觉还不够大的话呢，你可以再挡一个结，让这个结呢更大一点。在同一个位置这样子挡2下，这样子结呢就很大了。然后的话呢，这边的话呢也给它这样子挡结。我是喜欢给它这样子，这个结给它这样子在同一个位置呢给它挡2次，挡2次的话呢，这个结就很大。等一下呢，我们收我们的那个下面的小坠子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掉落。好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
就是我们这个滑动款这样子任意打了之后呢，它会自动的一个调节长度、宽度都是可以的。好的，这个做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放边上备用。接下去呢就是主张了，我们呢，拿出我们的接嘴链子来，把这个呢塞入到我们的勾好的这个主体里面，然后把这个结呢给它这样子塞进去，塞进去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这个呢就是外半针全部都做好的。我们勾头部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全部呢是这里的外半针穿过去了的，然后给它这样拉紧它，拉得很紧。这个结呢就是卡在这个很紧的这个口子上面，这样子拉紧。拉紧之后的话呢，在这里往下沿着它的那个垂直这样子下来，然后我们可以穿到它的隔壁去。这样穿的时候可能就穿过里面的时候就再一次穿过我们这个辫子针，这样子这一次这样子穿过来之后的话呢，这样子就很牢固了。我们呢就是任意的找一个位置，这样子横穿一下，这样横穿一下，这根线绕1圈2圈，这样绕2圈，手捏住这里，把它呢这样子拔过来，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结头。这个结头呢就沿着这个针路的洞眼里面呢，给它收到我们的里面来，拉一下它就收进来了，外面呢是看不太出来了，这样子就看不太出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我们的就是这里的底部的话呢，我们可以沿着它给它这样子剪断一部分，或者沿着它剪断，把它那个塞回里面去，或者不用剪，直接塞到里面去呢就可以了。另外一只的话呢另外这一只的话呢，也是这样子一模一样的，给它这样子穿过来就可以了。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夹款的话呢也一样，就是我们给它这样子塞到里面去，的话呢，同样的，我们这个是就是做好的，就是直接拉紧它就可以了。拉紧它的话呢，就沿着这个底部直接往下，就是沿着这里直接往下这样子横穿一下，把这个棉花呢给塞回去，给它塞回去。就任意的边上这样穿一下，然后绕1圈，绕2圈，挡结拉过来。其实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做的那个樱桃那个挂件款一样的。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沿着它这样子剪断之后的话呢，这个捏一下它就进去了。这个头部是这个的话，你看看这个旋转，你想要进去一点的话呢，往这边旋转一下，它就会往下旋转。然后你想上来一点，往这边旋转，这个是可以，就是可以的，这样子。头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的话呢，这样挂件起来的话呢，就是这样子朝上，这个呢这样子朝上。另外一边的话呢，这一个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呢自己把它完成。接下去呢，我们就介绍一下那个小兔子的耳朵的一个做法。这个挂件款呢是这样子的小兔，然后这个呢拿出我们要勾的颜色的线来，辫子针起针，挡活结，先挡上一个活结，活结挡好之后呢，把钩针呢穿过去，在手上绕线，手捏住这个活结的这个位置，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
这样子上一个辫子针，一共呢是钩6个辫子针。第一个辫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扣上记号扣，扣上记号扣。刚才掉了，给它那个重新挂回来就可以了。一共是钩6个辫子针，我们继续往下，1、2，绕线拉过来，3，绕线拉过来，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很容易拉过来，4、5、6，然后呢，在倒数的第2针这里呢，在这里要钩上一个短针，要在这里钩上一个短针，钩针穿进去，把线呢拉过来，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一个短针，一个短针钩好之后，扣上记号扣。我们接着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再钩上一个短针，这里再钩上一个短针，在下一个针目这里钩中长针，下一个针目这里钩中长针。其实这个跟我们在下一个针目在这里半条线上，在这个半条线上，我们都是钩在这半条线上的，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呢拉过来，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个是中长针。然后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在下一个针目这里也是这半条线上面再钩上中长针，钩针绕线穿进去，把线拉过来，钩针上呢稍微要给它这样拉长一点，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中长针。然后中长针的另外一边呢，我们也最好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样子的话呢，等一下呢，等它旋转钩过来的时候呢，这一针就是第1针。然后我们在记号扣这个位置拿掉，在第1针这个转角处要连着钩上5个中长针，钩针绕线，位置穿进去，钩针呢把线拉过来，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一个中长针，哎，再穿进去，拉过来，谢谢你，2个中长针，继续绕线，穿进去，把它拉过来，3个中长针，继续在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4个中长针，继续在同一个针目进去，5个中长针，这样子5个中长针钩好了。钩好之后，如果这个针眼有点大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根短的线给它拉一下，这个针目呢就变收小了，给它拉一下可以。好的，我们往回钩，记号扣这里呢就是第1个中长针的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拿下来。记号扣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刚刚就是中长针对过来的这个位置，给它钩上第1个中长针，然后接下去呢，在下一个针目再钩中长针，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呢把这个线呢就放在钩针的上面，给它一起收到线圈的里面去。1个中长针，中长针钩好之后的话呢，然后下一个针目1个短针，那根线可以不用管它了，1个短针，然后呢再下一个针目再1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穿进去，就最后一个针目穿进去，1个短针。这样子的话呢，兔子耳朵呢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我们呢，要给它钩一个记号扣拿下来，给它做一个引拔，穿进去，钩针把线呢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把线呢剪断它，把它拔出来，大概留个15到20厘米差不多的线。然后的话呢，我们把它呢给它
用缝合针穿一下，穿到这个针目的后面去，然后呢给它拉紧它，这样子正面呢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这里的线圈呢给它拉一下，沿着线路呢给它那个剪断之后的话呢，这样子的耳朵呢需要做2个，一只兔子头呢，这样的耳朵呢做2个。我们看那个兔子耳朵的缝合，这样子，我们缝合的话呢，就缝合在我们眼睛对上去的这样子的2排，这个就是眼睛跟顶部的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呢，这个跟这个呢是一样的，我们呢任意的用一个进行缝合就可以了。我们耳朵呢这一个做好了，做好之后，然后就缝合在这个位置差不多了。先呢是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横穿，自下而上横穿，这个位置找好了之后，自上而下这样子横穿，穿上来之后，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个针目这里的话呢，这里针目横穿一下，然后呢，这里把这4根线呢这样子一起穿透，耳朵上面4根线一起穿透，拉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固定一下，就是刚刚的入针的位置呢，这样子再给它横穿一下，我们给它这个下面这个针入针到背后去，这样子往背后一点位置。这样拉过来之后的话呢，然后这里的横线这里就是给它这里稍稍往上一点的横线这里穿一下，这样子的话就形成一个3角的固定了。这样子3角的固定了，3角固定做好之后，你可以把耳朵稍稍往上提的话呢会更好看，所以我等一下入针位置呢是这个上面这里一针，这样子穿一下，固定，这样子，这样耳朵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向上的那种感觉。这样做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就长线结束就好了。我们任何时候长线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在针目的这样子横穿一下，然后呢，用这根线绕线1圈、2圈，捏住它。这里就形成一个结了，然后把这个结呢拉到我们的玩偶里面来就可以了。直接给它这样拉一下的话呢，它就不会脱落了。然后呢，我们就给它剪断它，或者是你给它留长一点，给它用我们的那个尖嘴镊子给它那个戳进去也可以。这样耳朵一边呢就够好了。然后我们另外一边其实方法呢是一样的。另外一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也是缝合在这个位置，但是你看一下，就是你缝合的位置呢，你看一下是不是两边对称。如果你放在这里的话，就是你缝过来之前呢，你看一下这样子，或者是你感觉往前凹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是两边要对称，这样自上而下穿过来。穿过来之后的话呢，同样的要针目呢，就是穿到耳朵上，这里2根线，然后边上的这样子2根线，要这4条线就是要一起全部都要穿透的，整个耳朵都要穿透它，拉紧。这样拉紧之后的话呢，然后在我们这里的同一个针目进去之后呢，穿到这个后面的位置去，穿到这样后面的位置去，穿到后面来的目的的话呢，我们要就是在背部呢要给它这样子固定一下，任意的找一个这样子的横杠，给它任意的找一个横杠给它固定一下，这样子。固定的话呢，这一根的话呢，我们最好是往上一点拉，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耳朵的话呢，就是往头顶方向的话入针，这样子的话，它的耳朵呢会有一点点向上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会往上的那种感觉。好的，这样子呢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找
找相邻的针目，这样横穿一下，绕线1圈，绕线2圈，拔过来，把这根结头的话呢，就是沿着这个针目穿到玩偶里面来，给它这样子拉到玩偶里面来，这样子的话呢，外面呢就看不出来了，然后把线呢直接剪断，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兔子耳朵呢就缝合好了。缝合好的话，这一边的话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跟我们的从事也是顶部的就是1、2、3，第3根第3圈就是这样子横穿的缝，第3圈这样，这边横穿的缝，然后这边的话呢这样子也是这样分，这2个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好，还有嘴巴的话呢，就是拿出我们的颜色的线，嘴巴你不缝也没关系，这样子不缝也没关系，然后缝一下小嘴巴也可以，然后拿出我们这个粉色的线，抽2根来，这样子抽1根、2根，抽2根线，抽2根线，然后的话呢，我们给它那个缝一下嘴巴就可以了，你不用缝也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好，我们给它就是从边上任意的位置这样子穿到这个眼睛的那个这个针目穿上来，这里稍稍留一点线没关系，然后呢横穿，就是这个空格是3个针目嘛，就是这2个中间1个针目，这2个横穿一下，然后再往下这个中间的位置，就是这个中间的位置，这样子横穿一下，然后再往上提一下，就往上这样提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这样子用2根线或者1根线都是可以啊，这样子。但是不要用五股线，五股线的话太粗了。这样子，嘴巴呢就修好了。修好之后的话呢，把这2根线呢给它直接打结处理好了，打一个结，不要拉太紧。拉太紧的话呢，可能里面的这个我们那个缝合的就是有点拉紧了。好，稍稍给它剪断，留一点点，然后拿出我们的接嘴链子呢，把它塞到里面去就可以了。这样子的兔子，另外一只的话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这个呢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最后的话，您可以打一下腮红。这个腮红的话呢，材料包里面是没有包含的，您需要自己购买，有专门的链接。然后打开的话，看一下，有一个呢是这里有一个旋转的，这个是呢一个开口的，然后这个有一个开口的地方，开口是在这一边，就是有这个柄的这一边。然后我们这样子打开，有点紧。比较要用力的打，我是感觉到是比较紧的，有点紧。然后的话呢，我们给它这样子塞一点，放一点的话，如果您觉得有点多的话呢，可以在自己手上稍微弄一下。然后呢，在耳朵的这中线部分这样子打，刚刚有点打到外面去了，但是问题是不大的。我们中线部分哈，给它可以这样打开。这样子中线部分先挡深一点，然后再往外面这样子抹开的那种感觉，先在中线部分打开，然后这样子抹开的那种感觉就好了。这样子，这个耳朵涂的比较好。如果这个耳朵你线弄那个的话，你就没关系，就给它抹开的话，就是也可以了，就直接给它这个抹开的话，粉色的就出来了。然后呢，这是脸部哈。脸部的话呢，你脸部一定要在手上这样子涂抹一下，不然的话会整个一团的红，会不好看。就是你弄了之后，一定要在自己手上抹一下，这样子。小兔子呢就差不多，就做好了。另外一个呢是一模一样的，您可以自己把它做好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接下去呢，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猪鼻子。小猪的话呢，鼻子跟耳朵配件是，其他呢跟兔子，都是一样的。拿出我们粉色的线来做嘴巴。嘴巴的话呢，也是那个辫子起针。辫子起针的话呢，我们首先要那个
打一个活结，在手上先打一个活结。活结打好之后的话呢，拿出我们的记号扣，拿出我们的钩针，给它穿进去。长线在手上绕线，手捏住这个活结的地方。这个鼻子的话呢，针目比较少，但是也有一点的难度。然后钩针呢，首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这样子一个辫子针。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绕线拉过来2个辫子针，继续绕线拉过来3个辫子针，然后呢，再倒数第2个辫子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辫子针的这根半根线上面呢，在这里穿进去，半根线上面穿进去，钩一个短针，这里穿进去，钩上一个短针。然后呢，在第1个辫子针，也就是我们这个转角处呢，就是第1个辫子针这里呢，这里我们呢要连着钩3个短针，要钩3个短针，这里穿进去。等一下，我们为了那个可以扣上记号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1针的位置呢，可以扣上一个记号扣。然后的话呢，我们转过来钩这里的话，待会应该看得到，就是你也可以在钩短针的这个位置呢，也可以这里呢也可以扣上一个记号扣，这样子。因为我们入针的位置就这么几个，这样子。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我们要在第1针的这辫针上面呢，这里呢要给它钩上3个短针，穿进去1个短针，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第2个短针。钩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线呢要给它全部都钩透，没有钩透给它放掉，重新钩2个短针，继续穿进去3个短针。钩了之后呢，这个线圈可能有点大，然后你把这个短线呢给它直接拉紧它就好了，这样子。接下去呢，转过来，在我们刚刚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就是钩第1个短针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在这里要钩上2个短针，这里穿进去，把这个线呢放在钩针上方给它收一下，这样子1个短针。然后在同一个位置，就是刚刚钩短针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这里进去再钩上1个短针，把这根线的话呢依旧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收一下，一个在这里钩2个短针。钩好了之后的话呢，这个也叫加针了哈。然后把线呢直接剪断，把这个线呢剪断，剪断之后的话呢，把它拔过来，轻轻的把它拔出来，然后呢拿出我们的缝合针来，给它处理一下，在记号扣这个位置呢，针这样子往下戳，沿着这个记号扣这里往下戳，把记号扣拿下来好了，往下戳了，戳下去，拉过来之后，就是我们给它人工的照一个 U 型嘛。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刚刚这个针目出来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它戳回去，出来这位置戳回去，戳回去的时候，连下面这里就是连着这里的横线呢，就是一起给它往下戳，这里2根横线，这样这里一起。这里一起往下戳，这里这个是这个样子，一起往下。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针目就是拉一下，就是给它这样照一个人工的 U 型。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接口呢会比较好看，不会
不好看。然后就是在里面长一下线，穿到里面去，这里长一下线，长一下线，长线长好，因为这一根线的话呢，也给它已经长了2根的，所以这2根线的话呢，直接给它剪断可以的，直接给它这样子剪断就可以了，这样子。拿出我们的身体色拿出来，身体颜色的线是肤色线，剪一段，拿出1根线，这样子抽1根线，抽1根就够了。穿入缝合针，给它鼻孔这里就是照一个，就任意的在中间的位置，任意的中间位置，给它那个上下这样子穿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没关系，任意就好，留一点，自下而上，就是这样子，白条做2条，这边也一样，这边也一样。没关系，不对称什么都没关系，你就任意的这样子做一下就可以了，就任意的这样子做2条就好了。然后呢，把这2根线呢给它打结处理，这样子打结处理，不用拉得太紧哈，就按照它的这样子的自然的紧度就可以了，自然的紧度就可以了，这样。沿线剪断。不要留的太短，也不要留太长，留一点点就可以了。等一下呢，我们这个做好了是直接呢，就是捏在我们的捏在上面的，这样捏上去就好了。我们呢，嘴巴呢跟我们的这个放在眼睛的这个头部眼睛中间这样子任意的位置呢，就差不多就可以了，给它粘住。我们用的是胶棒。然后打火机给它烧，打火机需要自备，因为这个呢是不能发货的。然后我们呢用蓝色的火焰靠近里面，用蓝色的火焰烧，不要用上面烧，用上面烧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把那个胶棒烧黑的，因为会炭呢不完全的燃烧。大概这样子给它烧软了之后的话呢，拿出我们的这个来，小心啊，不要把自己的手烫伤了，就这样在中间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它会出来的。然后呢，就给它捏在这个中间，就是捏住它，就狠狠的捏住它就好了，捏扁没关系，等一下会出来形状。这样心里默数1、2、3、4、5、6、7、8、9、10，默数10下差不多。这样子的话呢，它就粘合好了，粘合好了之后的话呢，这样子，这个嘴巴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种嘴巴呢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子都是一样的，这样子呢就给它粘起来。接下去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耳朵，这个耳朵的挂件款跟我们这个款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这个头部给它那个。在我们的第3行缝合在我们这个第3行，这样子1、2、3，在第3行，线呢是第4行跟第5行之间这样横穿，这样子拿头部呢在手边，然后身体部分呢在靠近我们的右手边，然后在1、2、3根饰之间，哦，我的针掉下去了。3根饰之间，大致这样子，两边的位置你自己就大致眼睛靠过去一点，这样子有感觉就可以了。这样子横穿，把线呢这样拉过来，钩针绕线，把线拉过来。拉的时候注意一下，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就很容易的把它拉过来了。拉过来之后，钩上一个起立针，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钩一个起立针，起立针钩好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刚刚的同一个位置要钩上一个短针，
这样子，也是这样子横穿，也是这样横穿，就是刚刚入针的这个位置，刚刚入针的位置，我们呢给它那个横穿钩一个短针，钩针穿进去，把线呢绕线，把线拉过来，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钩好之后呢，钩2个辫子针，这样子1、2，2个辫子针之后，钩好之后，然后呢，我们要看，把它翻过来看一下，我们要在哪里做一个引，在哪里看一下，入针位置呢是这个位置，等一下要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个针目对上去的写着的这里有一个小孔，这里有一个小孔，看得到吗？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刚刚短针钩过来，在靠近背部的这个位置呢，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有一个孔，我们在这里钩一个短针，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呢拉过来之后，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这样钩好了。钩好之后的话呢，然后在上面的这条横线上，要在上面了哈，上面这条横线上这里做一个引拔结束就可以了，在这里横穿，也是横穿，这样子横穿，钩针把线呢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过来之后，然后我们钩一个起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把线直接剪断就好了，不用留长，大概10公分差不多就足够了。拉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里处理一下，然后呢，这里呢不是下面这里有一根线，上面一根线，然后在这里横穿，一下，把这根线呢拉过来，拉到同一个位置。如果不好拉的话，你用缝合针穿过来也可以，就是把它拉到同一个位置，拉一下，把这个结头拉下来，然后这里也拉紧，两根各自手捏住这个耳朵的位置，2根各自拉紧，然后呢将这2根线打结处理，就是正常的打结就可以了，打一个结，然后钩针我们再继续打一个结，然后呢给它用缝合针拉到里面去，也可以，或者稍稍剪断，然后呢把它塞到里面去也是可以的，直接给它塞进去，直接塞到里面去。耳朵这里呢就给它整理一下，这样子这边耳朵呢就做好了。另外一边耳朵的话呢，我们也一起来再一起做一下。先呢在手上这样线绕好。我们呢现在这里的横穿的话呢，首先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脸呢要正对我们自己的方向，然后首先位置找好。我们现在的是要在1、2、3之间这里第一针，2、3之间这里第一针。我们这里看一下耳朵的话，就是你两边差不多要对称起来，最好对称起来，如果不对称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看。先在2、3之间这里把线呢拉过来，这里比较难够，拉过来之后立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然后在我们刚刚的这个位置呢穿进去，钩上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之后，钩上2个辫子针，1、2，2个辫子针钩好了。钩好之后的入针位置看一下，就是我们往回钩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就是说是这里就是这个对上去的这一针，这里这个辫子针上面，在这个辫子针上面这里。在这个辫子针上面，在这里要整个针都穿透，这里钩上一个短针，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然后在下面的针目
就是我们这里钩了，要在下面的这个针目里面横穿，钩一个引拔，穿进去，钩一个引拔，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钩一个锁针固定，把线剪断，不用留长线，短短的可以了。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的话呢，等一下处理方法跟那边是一样的，把这根线呢这样子横穿，把这根线呢，把两根线就是拉到同一个位置就好了，拉入同一个针孔这里，然后捏住耳朵，给它拉一下，这边也拉一下，两边都给它这样拉紧，这样子它的形状就好看了。给它呢挡死结，打一个结，继续绕线，再打一个结，把线呢就简单一点，拿出我们的鸡嘴链子呢，把它塞入到里面去，这样子耳朵呢就做好了，耳朵呢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它那个稍稍的少一点腮红。腮红的话呢，您就是也可以，就是自己家里有的话呢就不用买了，如果家里是没有的话呢，就买一下，也可以。如果你不少的话也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欢，轻轻的少一点点。这个腮红特别的可爱，颜色也好看，然后这样子的，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可以少在耳朵的这个中心点给它稍稍的少一点，然后这个也来一点。耳朵这里的话呢，也可以在手上稍稍的弄一下，稍稍的少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呢，脸部的下方。脸部的下方的话呢，一定要在手上先给它扫一下，然后不然的话呢，这会整团的这样颜色挡的可能就太深了，就是要给它抹开，就是给它那个大面积的这样子横扫一下，它呢，就是它这样子就有一种粉粉嫩嫩的感觉，就特别的可爱，是不是啊？这样子的话呢，小猪的话呢也做好了，这个是小猪。然后这个形状的话，你可以，我是觉得圆一点会比较好看，你可以这样子上下给它这样捏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圆滚滚的感觉，会更加好一点。挂件款做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开口环，开口环的话呢，我们可以套在这里，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连接给它拼紧。如果这个是有点紧的，如果你没力气的话，找个人帮助或者借助一下工具，这样子给它扳紧就可以了。扳紧了之后的话呢，这样子我们呢就做好了。这个我现在呢就是把小兔兔跟小猪呢放在一起，我觉得也特别的可爱，你觉得呢？这个小兔的那个这个可以放在我们小朋友的头上呢，会特别的可爱，这样子摇啊摇的。然后那个小猪，还有我们的小猪的那个挂件，一份材料包的话呢，我眼睛配很多，你可以真的做很多，做起来的话呢，可以送给小朋友也好，然后自用也好，我都觉得特别的可爱。好的，大家呢加油哦！钩子当中有不懂的话呢，就问我，我们呢就是钩得美美的，然后呢上图，加油！